一对男女踏上了深山的征程，寻找一个理想的地点，计划搭建自己的营地。他们最终锁定了一块平坦而宽阔的地区，开始着手清理和整理。荒草和巨石占据了这片土地，这是一片茂密的森林，充满了猛兽。为了能够在此地安居乐业，他们迫切需要建立坚固的营地，以抵御野兽的侵袭。最初，男女合力将地面上的杂草和大石清除，创造出一个可供搭建的空地。男子最终完成了地面的平整工作，然后带着女伴上山，开始采集搭建营地所需的木柴。他们运用砍刀将需要的木柴砍伐下来，然后将这些笨重的木柴抬回平地。这些木头都相当沉重，因为它们都是实心的，但男子和女伴都毫不犹豫，因为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尽快建立营地，以推进下一步的计划。他们成功地搬下了所需的木材，接下来他们开始在地面上绘制出营地的基本尺寸和布局。男女分工明确，女伴负责挖掘洞穴，她力气较小，而男子则用力地挥动砍刀来处理木材。随后，他们将2根粗大的木柱放置在洞穴内，作为房梁，固定它们的位置，然后用泥土将洞口封闭，使这2根大木柱似乎融入了周围的森林。2人将1根细长的树枝横放在2根树柱之间，然后男子攀爬上木梁，将这2根树枝巧妙地绑在一起，再从另一侧加固4根树枝，搭建出更多的结构。日暮将至，他们辛勤工作了一整天。女伴开始准备晚餐，她点燃了一堆柴火，然后取出早上采摘的嫩竹笋，将它们剥皮后放入竹筒，然后将山泉水倒入竹筒，放在炭火上烤制出美味的晚餐。与此同时，男子并没有停下休息，而是继续将木材摆放在已经搭建好的结构上，然后攀爬上去，用藤条将木材紧密固定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女伴出来叫男子准备晚餐。这一幕展现了成功男人的背后，通常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。男子洗净双手，享受着心爱女人为他做的简单晚餐。尽管餐点简陋，但从他们的眼神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幸福和深厚的感情。随着天色渐渐变黑，2人结束晚餐，躺在烈火的光辉下，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这一刻充满了爱和团结，标志着他们崭新生活的开始。黎明的曙光洒在深山间，标志着妹子和小哥继续他们的营地建设之旅。今天的首要任务是处理房顶的结构。他们首先用竹藤将昨天剩下的部分紧密绑扎在一起，然后仔细挑选几根木条，横跨在房顶上，并将它们牢牢绑紧。接下来，小哥爬到屋顶，将昨天砍下的竹条一一细心地绑扎在一起，最后修整去多余的突出部分，以确保屋顶平整和牢固。小哥和妹子再次踏入丛林，寻找自然界提供的建筑材料。他们砍伐了大片大型的芭蕉叶，将它们捆绑好，准备用于房顶封顶工程。这些材料的数量和体积让人明白，这个建筑工程的规模是相当庞大的。小哥再次专心处理竹筒，而妹子则耐心地将捆绑的芭蕉叶全部拆开。他们分工明确，男女合作默契，不感到疲倦，因为他们明白，他们正在为自己的未来而努力。这个工程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进展，不必为了赶交期而过度劳累。小哥爬上房顶，开始将芭蕉叶竹片绑扎上去，妹子则在下面协助传递材料。他们的手艺娴熟，操作精准。小哥特别细心地处理每片芭蕉叶，从他们的熟练程度来看，绝对有一定的建筑经验。
然而，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完成最基本的建筑工作。小哥砍伐一根木头，将其放在中间位置，用大石头固定在柱子周围，然后再将木条放在上面，这样可以避免与地面直接接触，有效防止雨水渗透和爬行动物的侵入，同时还能加固柱子的稳固。小哥开始规划地面，他们精确测量了地面的尺寸后，加工木材，将其横放在石头上，然后他们使用长竹子将这些木条逐一连接在一起，最后用竹藤将连接处紧紧绑扎，确保一切固定稳妥。天色逐渐陷入黑暗，小哥意识到天色已晚，决定在天黑之前完成底部的处理。他开始为地面穿上竹片，这些竹片都带有锐利的毛刺，小哥在操作时必须格外小心，以免受伤。很快，竹地板被铺设完成，小哥再次使用小木条跨在中间，将其紧密绑扎。而妹子则把昨晚准备好的物品搬来，今晚他们可以在这半成品的房子里安心入睡了。这一过程充满毅力、专业技能和合作默契，标志着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坚定决心和无与伦比的团结。第3天的早晨，两人起床的时候连早餐也顾不上，因为他们知道成功离他们越来越近，他们的梦想，自己的家即将完成。他们精心加工每一根竹子，塑造成他们所需的形状，然后将这些竹片铺在床上，巧妙地编织成一片竹棚，将其立在房子周围，逐渐将房屋的原始形态变得愈发文明。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人类的智慧，也满足了他们不断创新的需求。很快，周围的景象都被美丽的竹片所包围。然而，昨天收集的材料已经用完，迫使他们再次深入丛林，寻找更多的材料。在整个房屋建设过程中，竹子的使用量最大。小哥再次砍下一根长竹，然后与小妹一起将其扛回营地。尽管经过一整天的辛苦劳作，但他们没有想要坐下来休息，而是继续将这根长竹加工成所需的材料。小哥开始编织门窗所需的竹片，然后将其挂上并牢牢绑扎。看着即将完成的房子，小妹开始准备一顿丰盛的庆功宴，以庆祝新家的建成。经过几天的空腹，他们终于可以使用山泉水煮出香喷喷的大锅米饭。在室外，小哥也没有停下来休息片刻。当他嗅到食物的香气时，他迅速加快了工作速度，专心为最后2扇门编织竹片。不久后，他们的柴火饭烹制完成。今天的餐单不仅包括昨天的竹笋，还有一锅浓郁的猪肉汤。这顿饭成为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庆功宴。最后，小妹帮助小哥完成了竹门的制作。两人坐在他们亲手建造的房子里，欣然享受着丰盛的晚餐。用餐结束后，他们一起欢笑，整理餐具，然后安装刚刚放在一边的竹门，再次用竹藤绑牢。两人在新房里沉沉入睡。第4天的早晨，因为需要做最后的收尾工作，再加上前2天的体力消耗，他们起得比较晚。醒来后，小哥在窗边搭建了一个小架子，用竹条铺设其上。这个小空间以后可以用来存放物品和晒衣物。由于当天的工作较少，他们下午休息了一会，醒来时已是傍晚。晚饭，小哥亲自陪着小妹准备。